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做蛋黄酱。做蛋黄酱用的是生蛋，因此建议您尽可能用最新鲜的鸡蛋。如果您介意吃生蛋，一些超市也可以买到巴氏杀菌蛋。鸡蛋最好提前从冰箱冷藏室拿出来回温，有助于加速乳化过程。常见的西餐用醋，比如红葡萄酒醋、白葡萄酒醋、白醋、米醋都可以用来做蛋黄酱，也可以用柠檬汁来代替醋。为了丰富蛋黄酱的风味，可以同时加葡萄酒醋和柠檬汁。法式芥末酱有着独特的风味，是做蛋黄酱的点睛之笔。另外，芥末酱中含有少量的卵磷脂，可以在乳化过程中起稳定剂的作用。加了芥末酱有助于提高蛋黄酱的成功率，不加也完全能做出蛋黄酱。油要用气味中性的，没有强烈气味的。葡萄籽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、芥花油都可以。纯橄榄油的味道过于浓烈，不太适合。如果你非常喜欢橄榄油，也可以混用一半的橄榄油和一半其他无味油。做蛋黄酱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核心要点只有一条：一开始加油要慢慢的几滴几滴的加，建议用一个小勺子，每次少量加油进行初始乳化。加上几勺后，经过不断搅拌，蛋黄酱的质地开始从完全流动的液体变为稍微粘稠的液体。再继续加油搅拌，质地就从粘稠的液体开始变为乳液状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大每次的加油量了。继续搅拌，让其余的油都完成乳化过程。乳化指的是把两种不相容的液体混在一起。大家都知道油和水是不相容的，把油和水摇晃混合起来，不久后就会自动分层。不过加入一些乳化剂再用力搅拌，就能够油水交融。蛋黄酱也同样是油和醋两种液体的结合。蛋黄中的蛋白质和卵磷脂扮演了乳化剂的角色。有了蛋黄做乳化剂，油和醋就可以实现水乳交融。因此，做蛋黄酱必不可少的3种食材是蛋黄、油和醋，或者柠檬汁。在这3种材料的基础上，通过增加不同的调味料，就能做出不同风味的蛋黄酱。加盐和黑胡椒粉调味儿。最后搅拌到自己喜欢的稠度就可以了。刚打好的蛋黄酱质地和口感都不是最好的时候，装瓶密封，放冰箱冷藏室1到2个小时之后再用最好。蛋黄酱放到冰箱冷藏室可以储存1个星期，最少只要3种原料，最快只要5分钟，就能自己在家做出新鲜美味无添加的蛋黄酱。蛋黄酱的用途非常广泛，做汉堡、三明治、炸鱼或者炸鸡的蘸料、沙拉酱等等都会用到蛋黄酱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